朋友们好，我是石头。今天我们又来大山里面了。前些天有个本地的大哥告诉我，他有一栋房屋闲置了10多年没有人住，让我过来看一看，顺便拍个视频。那我好不容易在路边找到一块稍宽一点的位置，把车停了下来，从这边走过去给大家看一下。今天所要去看的这栋房子我们是无法走到房子的院子里面去看的，只能从它的对岸去看这栋房子，而且我们会通过无人机的镜头给大家展示一下房子周边的环境。那镜头前方是一处隧道，大概长33米左右，这边距离城里面有2.5公里，交通是很便利的。底下是很深的一条峡谷，可以看到隧道的两旁分别有2幅对联吧，但是那边呢已经看不到了。这边还可以看到写的是惊醒有水千秋梦，那边的字已经非常的模糊。这边长了很多爬行类的植物。这条隧道呢是后面修的，以前的老路是在这块。现在我们从这边走过去，就可以看到这栋房子了。这位大哥说他们家的这栋房子可以不用租金，让我直接去住。但是我实地看了之后估计给我钱我也不敢住。那朋友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一栋房子，不要房租，给我钱我也不敢住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主要是这栋房子周边的环境确实挺感觉不可思议的。这是非常非常深的一条峡谷，从这边绵延进去有10多公里，都是这样的大山笼罩着，底下是一条河流，也是幽水河的支流。河里面已经起了雾，里面的水这个时候不深，因为刚刚是大端午过后，担心这边会涨水，所以底下的水坝呢已经开始泄洪了。可以看到这边的房子呢是紧挨着路边，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非常的险峻。这边是一条省道，平时过往的车辆还是挺多的。大山里面植被是非常丰富的。那我们走到这个位置还算比较开阔，以前的老马路是从这边绕过去的，但是这边呢修通了隧道之后，这边就没人走了。这条马路呢也是建在悬崖峭壁之上，通过航拍的镜头待会儿呢大家也会看到。先看一下这条马路过去呢是有一栋房子的，我刚才看了一下，非常的险峻，就建在悬崖峭壁的上方，底下就是一条河流，那边是一条马路。那栋房子呢是一栋2层半的砖房，建的还挺好，但是它的房屋地基看起来特别的险。底下就是幽水河的支流，水流的声音我们都可以听得到。山里面下了雨之后特别容易起雾，可以看到河里面的水并不深，这段时间呢都在泄洪，主要是担心上面的水呢会长得大流下来，所以先把底下的水给排走。那我们要看的这栋房子呢就在镜头的前方，大家可以仔细看一下。我们只能通过镜头，待会儿呢通过无人机结合一起来看。这栋房子建在那边的山坡上，可以看到这栋房子好像是没有路可以走得通。以前这户人家呢常年都在那边居住，就是因为交通太不便利了，所以他们家呢已经搬到城里面去了，房子闲置了大概有15年左右。我们通过镜头可以看到，这是一栋3开间的木房子，楼层高度将近有4.5米左右，两边是有2处厢房，
分别是一个厨房加上一个应该是杂物间之类的。房子的院坝没有多宽，已经是做了一个水泥的硬化，但是呢也是长满了杂草。房子盖的是琉璃瓦，翻修过的，包括这栋房子的两边偏房盖的也是青颜色的琉璃瓦。房子的外面有一点点芭蕉树，旁边还有个杂物间，但是上面的瓦片呢已经是坏掉了。房子的旁边还有条小溪，顺着崖壁流下来的。这栋房子的主人家是前些天给我打了电话，让我过来看一下房子的整体情况。但是我来到这边实际看了之后啊，我确实有点犹豫。他说房子的环境是非常好的，房子不要租金，让我去住。如果能改造就适当的改造，不能改造的话只要房屋不要把结构搞烂我随便去怎么做都可以。把整个院坝呢打理出来里面的房间基本上打扫就可以入住的。但是我看了周边的环境之后，我确实有点胆怯了。在这样的深山里面独栋的房子，而且周边的地势大家也看到了，确实挺让人担心的。虽然周边的环境是非常好，但是我在考虑的一个最大问题就是这栋房子它的道路怎么过去的。我在周边看了一圈，好像都没有路能够走到那栋房子。难道是从底下坐船然后再步行走上去吗？我们从这边可以看一下房子的背后这座山峰非常的高，上面好像也没有路，这边都没有人家。而且出门了之后这栋房子感觉都没有地，只是房子的门口有一小块空地，感觉是可以清理出来种点菜养点鸡鸭的。这个位置可能是可以走到河边，在这边钓鱼倒是挺不错，主要是这边如果没有船过去的话也是极为不方便的。那现在我们随着无人机的镜头来看一下这栋房子周边的一些景色。实际上房子距离城里面也只有2公里左右，交通呢还是挺便利，唯独进入这栋房子的道路呢现在是找不到了。这边我们可以看到有栋房子是建在悬崖边的，而且一路过来道路都是开凿悬崖而建，感觉得出整个这个峡谷非常的深。在湘西我们这样的地貌呢是非常多的，因为湘西就是被大山给笼罩着，老百姓的房子大部分都建在马路的两边，有的时候甚至于建房子都没有地基，都是像今天我们所看到的这些房子建在悬崖峭壁的边上，有的呢都是打了水泥的立柱，在上面呢稍微有一点点空地的位置就建了房子。大山里面的生活确实非常的不容易。我个人感觉这边的环境还是挺不错的，这个房子呢建得也很巧妙。对面的山上呢几乎只有那一小块空地，刚好能够建一栋房子。也不知道当年他们家为什么会把房子建在对面的山上。喜欢安静的朋友，我觉得倒是很不错的一处地方。这栋房子肯定是没人打扰，平时想过去一趟都非常的难。朋友们你们觉得这样的一栋房子不要租金让你去住，你愿意吗？欢迎大家在评论区里面留言。我是石头，这期的视频也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喜欢的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朋友们，上期的视频我们不是看了一处无人村吗？就在镜头的前方，从这个角度看过去，几乎那些房子啊都建在快山顶之上了。在上一期的视频当中，我不是在村子里面遇见了一位老乡吗？他告诉我说，村子里面有2栋木房子，现在还是可以住人的。而且他说，在无人村的下方，也就是现在我来到的这个位置，有一栋砖房，也是可以住人的。当然，他说这栋房子呢，需要简单的装修，清理一下，还是可以住人。而且这边呢，车子可以开到院坝。那我们就这期视频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这位老人说，这栋房子啊，差不多有15、16年左右没有住人了。看院坝还挺宽，房子的旁边呢还有大概快1亩的地，可以种菜的。这边喝的也都是山泉水，从山里面把管子用水给牵引回来。大家可以看一下，这边呢还是流着水的，看到吧？水质是非常不错的，地势非常高，门口的视野特别好啊。这是一栋2层的砖房，80年代所建的房子，房间还挺多的，目四下大概有10多间呢。下面有个楼顶可以晾晒衣服的，从外墙的贴砖都可以看得出，这栋房子还是显得有点古老。窗户呢都是用木质结构做的，里面是用钢筋做了防盗窗。旁边的地倒是挺宽的，这一大块都可以清理出来种菜，而且在这边的山里面养鸡、养鸭，再养点羊、养牛都是挺不错的。那处寨子啊，比这栋房子更高一些，有条路可以上去的。上一期的航拍也给大家看了。那我们现在近距离的来看一下这栋房子，是否能够把它给盘下来。如果有兴趣的话，还可以在这边，我觉得算是隐居吧。之前不是有很多朋友说，想我在大山里面找一些山景房，风景非常不错的地方，独门独院，用来隐居养老嘛。那这栋房子呢，我和那位老人我们交谈了一下，他说这边因为都是闲置的房屋，基本上没人要，稍加的清理打扫就可以入住，而且费用是非常低的。这边里面我们看有些什么，有人在这里面养鸡之类的，看有很多这些灯泡。平时可能在这边养鸡因为要有一些热度吧，但是现在好像也空着了，现在也没人管理了。这么好的一个环境浪费了，实在太可惜了。这边还有楼梯可以爬上2楼的，这边有一处小卧室，可能偶尔呢还是会有人来这边，因为这个地方呢交通还是挺便利的，车子可以开上来，所以呢平时偶尔还是有人过来。看这个楼梯的过道打扫的还是挺干净的。这边有10多间房，甚至于可以好几户人相约来到一起，到这边住下来，我觉得也是可以的。看这个每个房间将近有20多平，可以放一个床，还可以放一些简单的家具。每个房间都是有窗户的，通风透气也比较好。这些有些骨壳啊，应该都是在这边养鸡的。
这个地方感觉也是一个鸡圈，但是现在不知道什么原因，没人在这边养了。刚才我们所说的就是旁边的这块地，挺宽的，长满了杂草。我是特别喜欢这样的环境，看门口的视野特别好，一眼可以看好几千米呢。对面的山头今天也是看得清清楚楚，山里面平时下雨会起雾，今天太阳还比较好。这套房子啊，结构都挺好的，稍加的清理打扫卫生，如果比较讲究的重新装修一下，我相信应该是比较适宜在这边居住的。这边距离县城有43公里，距离附近的乡镇级市有8.5公里。这栋房子因为顶上没有盖瓦，也不知道像这样子时间久的房子会不会漏雨啊？感觉应该是不会的。它的顶就是这个样子的，甚至有在想，这个房子的顶上可以给它清理出来，种点花花草草、盆景之类的。到了晚上或者闲暇之余，可以在这个顶上喝喝茶，搭建一个凉亭，也是挺不错的。因为这顶上的风景更好，视野更开阔。房子的左手边是一座大山，挺高的，就像一个山窝窝里面的。房子的背后也是这样的石头山，大家不用担心泥石流啊，这边不会有这样的现象。山里面都长满了树，这背后呢是一大片的板栗树，到秋天的时候可在这边捡板栗的。这边啊也是一座山，整栋房子呢都被周边的大山给包围着。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是进入房子的马路，还挺宽的，将近有5米左右。而且进来之后，独门独院的房子旁边都没有邻居，在那边如果做一道院门的话，整个这一片都是非常私密的一个院子了。我的车呢是刚刚开到这边，我就没开下去了，因为底下的路呢没有硬化。这边是主人家种的一些玉米，他是偶尔才上山来种这些庄稼。朋友们，刚刚我数了一下，这栋房子的2楼是有4个房间的，1楼有3个房间，1个客厅，加上厢房的2个小房间，差不多这栋房子就有10个房间。我在想啊，如果有那么2-3户人，几个玩得好的伴，一起相约来到这边，把这栋房子给盘下来，然后呢，把周边的地啊都给它打扫干净，然后种点花花草草，养点鸡鸭之类的，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用来生活、定居、养老，倒是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我也问了那个无人村的老人，他说这栋房子闲置的时间比较长，如果谈得好的话，价格也会很便宜的。那就是这样的一个环境，你们觉得怎么样呢？你们会喜欢这样的地方吗？这期的视频就为大家拍到这里吧，我是石头，喜欢我的视频还请记得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拜拜。今天我们和广东的大哥来到这边看一栋闲置房。这栋房子啊，之前我拍过视频，离河边很近，底下就是一条清水江。今天江里面的水特别的浑浊，这几天我们湘西这里啊都在下雨。这边的江面有400-500米宽，深度将近有20多米。那边是一处悬崖，这里的风景非常不错啊，之前用无人机拍过，大家应该还记得吧。时隔差不多好几个月没有来，这边的竹子啊已经全部长满了院子。这栋房子啊，接下来马上要开始改造了。这栋房子是通水通电，车子还可以开到院坝的。
3开间的木房子，楼层高度将近有4米多，房子的进深将近有5米多。那个梁立处的那个小洞应该没问题，是不是？那个没什么问题的，那个是虫子，重新打磨的话要重新上漆了，那个没什么关系的。这边啊，整个院吧都长满了杂草，现在人也进不去。去年我记得有一天我在那边把杂草砍过了，但是几个月的时间又长起来了。那些竹子啊都穿透了瓦片，所以这栋房子接下来的时间也要给它打理出来，要不然啊，放在这边太可惜了。上面的瓦片呢，也是我们本地的青瓦。刚刚我们和这位大哥聊了会儿，想把上面的瓦片全部翻成那种瓷瓦的。这边以前是一条进村的道路，宽将近5米左右，都是做了水泥硬化的。现在基本上老乡们都不从这边走了，以后呢也变成大哥的院子了，车子是可以直接开上来的。这几天呢估计还会下雨，可能我们要再过几天天气好了的我们再来改造这栋房子了。到时具体的一些改造方案可能我会拍出来在视频里面和大家交流吧。我穿过了瓦片了。这个位置啊也是以后可以修出来停车的，背后呢就是邻居家的玉米地了。在这边啊也是邻居家的一个老宅基地，相当于现在我们的房子就在屋檐滴水的位置是我们的出了以外就是别人家的了。准备把这个后屋檐呢给它修出来，然后呢用砖砌吧做卫生间，然后呢再把房间给延伸出来。因为这栋房子呢是3住4的，它的进深将近只有6米左右，要给它加宽。还想着要把2楼给利用起来，要不然太可惜了。大家熟悉我的应该都清楚，我们湘西这边的木房子基本上都是住在1楼，2楼呢基本上堆放的都是杂物。现在改造这栋房子，如果把2楼利用出来的话，那就太好了，要不然太可惜。房屋的结构看起来还是挺不错的，稍加的打磨，重新上了油漆之后，我相信肯定会焕然一新的。上面的瓦片领子有些地方坏掉了，该换的肯定要全部给它换掉。具体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我们再去考虑吧，反正先把院子给清理出来，然后该去改造的一步一步的来。大概的一个方案这几天也会给它规划出来。那我们现在走到房子的外面来看一下，这边清水江的江面，今天的水流很急上面应该是涨水了，特别的浑浊。那边的崖壁之上长满了灌木丛，下次有机会带大家上去看一下。这边是有一处小码头的，平时是非常好的一个钓位。这栋房子距离邻居将近有200米左右，算是闹中取静的一栋房子。基本上住在这边是没人过来打扰的。房前屋后都长满了竹子，这些都是苦竹基本上没啥用。我们改造的过程当中，准备把这些竹子全部砍掉，然后要全部挖掉了，要不然
明年它又会长起来。这个位置倒是有好几十个平方的一个宽度，准备把它修建出来，然后呢从最底下打基础，做水泥墩子，上面呢打上橡胶板，再盖一个厨房出来。整个这栋房子的占地面积啊，将近有200多300个平方左右吧。没有多宽，所以说改造的过程当中，我们尽可能的帮广东的大哥把它给全部利用起来。这背后啊都是邻居家的了，这边还有条路通往后面的，后面呢零零散散的有几个住户。现在确实竹子太多，看不太清楚啊。今天无人机也没拿过来，下次呢我再给大家拍出来吧。很多人说来乡里面居住，买一些农村的闲置房到底划不划算啊？像这栋房子呢，就是广东的大哥所盘下来的，房屋的结构大家也看到了，就是这个样子，闲置了大概有15、16年吧。如果这栋房子再不修的话，最后迎接它的应该就是坍塌倒下。这栋房子刚刚我们进去看了一下，有好几根立柱是有点点被雨水浸泡腐烂了。之前有一个南京的大哥老白来过这边看了，他也觉得这栋房子的地理环境都特别的好，把它改造出来作为一个旅居养老或者作为一个共享院子，很不错的。刚刚呢我也和广东的大哥我们交谈了会儿，他说现在年纪不大，在广东那边呢工作也比较繁忙，他说委托我让我把房子改造出来，然后呢可能很多年之后再来这边居住养老。改造出来之后，这栋房子可能会拿出来做一个院子，供一些粉丝朋友啊过来旅居啊，小住那么几个月啊1、2年都是可以的。这个想法挺不错，我们交谈的过程当中也是说了很多吧。以后呢我会慢慢的在改造的过程当中和大家分享这栋房子改造出来之后它究竟是怎么去弄的，要达到什么样的条件可以参与进来，也可以在这边居住下来。好了朋友们，暂时今天就给大家说这么多吧，反正持续的去关注石头的视频，接下来我都会一一的告诉你们。这期就这样子吧，我们下期再见，拜拜。